在美国历史的画卷上，西奥多·罗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 是一个无法被忽略的符号。他的形象似乎永远与经历二字紧密相连。他是战马上的莽骑兵，是白宫里不知疲倦的改革家，是亚马逊雨林中坚韧的探险家，也是一位写下数十部著作的高产作家。人们惊叹于他磅礴无穷无尽的生命能量，称他为发电机。但鲜为人知的是，这位发电机的童年却是在药罐和无尽的喘息中度过的。罗斯福生于纽约一个富裕的家庭，却体弱多病，饱受哮喘的折磨。他瘦弱苍白，夜晚常常因为无法呼吸而惊醒，只能在父亲的怀抱中，或是在深夜的马车上颠簸，靠着冷空气的刺激才能勉强入睡。医生们对他的未来充满悲观，断言他必须避免任何剧烈活动，过一种平静甚至静态的生活。一个被宣判了虚弱命运的男孩是如何逆转剧本，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具活力的总统之一。转折点发生在他10几岁时，一次，父亲对他说了一句足以改变他一生的话：西奥多，你有聪明的头脑，但你没有健康的身体。没有身体的帮助，头脑走不了多远。你必须塑造你自己的身体。这句话如同一道雷电，击中了少年罗斯福的内心。他意识到，命运给他的或许是一副孱弱的牌，但他自己必须成为那个重塑牌局的玩家。他不再将自己的虚弱视为不可改变的宿命，而是将其看作一项必须被攻克的挑战，一项需要他用毕生去完成的事业。他开始疯狂地锻炼，在家里的阳台上，他建立了一个简易的体育馆，每天坚持举重、拳击、摔跤。他学习骑马、射击、划船，每一次喘息，每一次肌肉的酸痛，每一次汗流浃背，对他而言都不是消耗，而是在为生命的引擎添加燃料。他用行动向世界宣告：我的身体由我做主。这段经历为罗斯福的一生融入了一个核心的质量——精力构筑观。他深刻地理解到，精力从来不是一个被动消耗的名词，而是一个主动创造的动词。它不是天赋，而是一种可以被后天习得、管理和增强的技能。我们今天许多人，尤其是身处职场的脆皮打工人，常常陷入一种与少年罗斯福相似的困境，只不过我们的哮喘是精神上的。我们被工作的压力、生活的琐碎、无孔不入的数位信息压得喘不过气。我们靠咖啡因强行开机，在焦虑和疲惫中内耗，觉得自己像一颗快要耗尽的电池，对任何事都提不起劲。我们羡慕那些总是激情四射、庞佛永远不会累的牛人，却下意识地认为那是他们天赋异禀。但罗斯福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截然不同的真相：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强者，只有懂得如何为自己充电和升级的聪明人。我们缺少的不是精力本身，而是构筑精力的智慧和方法。那么，我们该如何像罗斯福一样，成为自己精力的建筑师呢？首先，找到你的精神心脏，用热情点燃内在的火种。罗斯福的精力从不来自于单纯的体力，而是源于他对生活、对国家、对自然那股无法抑制的热爱。无论是推动环保法案，还是探索未知的大陆，他都保持着一种孩童般的好奇与传教士般的热忱。
这份热情，就是它永不枯竭的动力源泉。热情，是我们对抗平庸和疲惫最根本的武器。当你做一件事只是为了完成任务或换取薪水时，它必然是消耗性的。你会计算付出的每一分心力，权衡是否值得。但当你真正热爱一件事时，你会进入一种给予的状态，过程本身就成为了奖励。正如那位年近90依旧活跃在医疗一线的钟南山院士，支撑他的早已不是职责，而是一种我不做谁来做的深切使命感和对生命的无限热爱。当你的人生有了这样一个非我不可的支点，你便拥有了撬动整个世界的能量。或许你无法立刻找到如他们般宏大的事业，但你可以从点滴处培养自己的热情。它可以是把一份枯燥的报表做得尽善尽美，从中获得的成就感；也可以是下班后沉浸于烘焙、写作、弹琴，从创造中获得的滋养。找到那个能让你忘记时间、心生欢喜的领域，那便是你经历的龙脉所在。其次，戒掉精神内耗，成为一个行动至上的实践者。我们最大的精力消耗，往往不是来自于做事，而是来自于想做而未做的心理负担。一项工作，在你脑中盘旋一天，所消耗的能量，远比你花2小时完成它要多得多。拖延，就像在我们的心智后台开了一个持续耗电的程序，它不断提醒你还有事没做，制造焦虑、自责与压力，最终把我们拖入疲惫的深渊。罗斯福一生信奉行动主义，他曾说，在任何一个决策的时刻，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是做正确的事，其次是做错误的事，但最糟糕的事情是无所作为。行动是斩断内耗最锋利的剑。当你感到焦虑、迷茫时，不要停留在原地思考，而是先做起来。你不必等到万事俱备，不必追求完美的开局。试试看5分钟法则。当你不想整理房间时，告诉自己，就整理5分钟。当你畏惧一份困难的报告时，告诉自己，就先写5分钟。神奇的是，一旦你开始了这5分钟，行动的惯性往往会推动你继续下去，直到任务完成。正如作家约翰·菲希特所言，行动，只有行动，才能决定价值。当你把脑中的待办清单清空，你会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与释然。这份轻松，就是被节省下来的宝贵精力。再次，掌握张弛之道，学会像潮汐一样管理精力。罗斯福是出了名的硬汉，但他绝不是一部只会工作的机器。他深谙休息的艺术，在白宫繁重的工作之余，他会定期回到乡间的庄园，骑马、伐木、观鸟，让自己完全沉浸在大自然中。他把这种休息视为与工作同等重要的事情。人不是永动机，精力有其自然的节律，如潮起潮落。高效的精力管理者不是追求永远在线，而是懂得在高峰时全力以赴，在低谷时彻底休整，让身心得到真正的恢复。这种恢复绝不等于躺在沙发上刷短视频，那种被动的娱乐只会让大脑接收更多碎片化的刺激，变得更加疲惫。真正的休息是从消耗你的环境中抽离，进入一个滋养你的环境。它可以是20分钟的午间小憩，科学证明这足以显著提升下午的认知能力。
也可以是走进公园，让自然的绿意舒缓你紧张的额叶，更可以向前。腾讯副总裁吴军所说，把休息定义为从外界获取新的知识和信息，比如读一本好书，看一部深度电影，学会主动为自己充电。当你感到疲惫时，把它当作一个信号，提醒你是时候切换模式，滋养自己了。最后，打造深度工作的圣殿，让心流成为精力的倍增器。心理学家发现，频繁在不同任务间切换，不仅会大幅降低效率，还会急剧增加人的疲劳感。每一次切换，你的大脑都需要重新加载情境，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巨大的精力浪费。罗斯福能在身兼数职的同时写下大量著作，得益于他超凡的专注力。当他投入一件事时，便能隔绝所有干扰，进入一种被称为心流的状态。在心流中，你会完全沉浸在任务本身，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，工作不再是苦役，而是一种享受。更重要的是，心流状态下的工作效率极高，往往能让你事半功倍，从而节省下大量精力。在今天这个充满干扰的时代，创造深度工作的能力已成为一种核心竞争力。你可以尝试为自己建立一个无干扰仪式，在工作时，关掉手机通知，清理桌面，告诉身边的人你接下来需要专注一段时间，将大任务拆解成清晰的小目标，让你的努力方向一目了然。当你能够持续进行深度工作，你会发现你完成的事情更多了，但人却更轻松了，因为你不再把能量浪费在无谓的切换和重启上，而是将其高效地用于创造价值。而每一次拿到结果后的成就感，又会反过来为你注入新的能量，形成一个完美的正向循环。人生脚本一书中说，改变了自我状态，就改变了整个人生的脚本，继而改变命运。我们所处的时代或许充满了挑战与压力，但我们依然可以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。你可以选择继续在疲惫和抱怨中打转，也可以选择像少年罗斯福那样，从此刻起向自己虚弱的宿命宣战。精力是你改变人生脚本的初始资本，它关乎热情，关乎行动，关乎呼吸，关乎专注。它是一门需要终身学习和实践的艺术。请记住，你不是天生疲惫，你只是还没学会如何点燃自己。从今天起，不要再等待完美的时机，不要再羡慕别人的光芒，去找到那件让你心动的事，去完成那件拖延已久的任务，去享受一次真正滋养身心的休息，去体验一次全神贯注的创造，成为自己经历的建筑师，去构筑一个充满活力、激情和无限可能的丰盛人生。这才是对生命最好的馈赠。